欢迎来到今日的丰盛好文哦。今天的题目是爱情之门已经开启，爱情之门已经开启哈。这是今天的2张牌，你们来选一个通往爱情之门的一个镜子，其实这是镜子，但是它有一个入口信哈。我选它来让你们选。那等一下近看的时候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来，第一张。好，第2张。好，那看好选完了，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咯。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爱情之门已经打开。那我们一样哈，我们现在都直接从最核心的部分来做延伸，来直接看一开始的状况如何哈。那一样，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门是已经打开，所以它应该就没什么距离，现在应该就要直接往比较容易相见的位置了吧哈。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走向，来，好哦，这边就已经看到了你们2个的爱情的能量已经满意了啦哈，感觉到这个阶段。不相遇不相见有点说不过去了哈，因为他前面那一个寻觅寻找的旅程似乎在这里已经要先做一个段落，做一个节点哦，要进入下一个篇章哈。这里要进入下一个篇章的讯息还蛮强的。来，我再继续看其他的位置。这里我帮你们开一下这3张哈。好，我先都翻完哈。来，然后另外3张。好，都算是不错的牌面哈。好，我来把它排整齐。先这些，还有很多延伸了哈。我怕一次太多讯息，我打太乱了，我自己可能会抓错方向哈。来，我先核心来说，最核心来说，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感情已经满溢出来了啦，它已经到了需要见面的阶段，不见面不行了哈。所以我在想，这个你们相遇的这个我们拟人化比较物质世界的拟人化的方式说，这个爱情之门已经打开了，它是该让这2股能量再接近看看它的作用，化学作用如何啦。一般来说，我觉得这一个会打开，这个路径会打开，通常它其实不是一个打开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连接的稳固了、稳定了哈。然后可以靠近了，免得会有太强的火花碰撞然后弹射反弹，然后离开这种它是处在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了。那它有从一个比较直觉的位置往下降到一种物质，白话一点就是说有感受到，应该你们2个心里应该最近都会开始有一些雀跃的感觉，会有一种兴奋的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进入一种节庆的状态，然后心里对于遇到一个新恋情的期待、期许、兴奋感都开始慢慢的涌上心头然后会开始有很强的意志，觉得我将要遇到那个人了，就在附近了，就很快了这个是你们2个能量的连接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概念。那它所谓说降落、下降到一种比较具体的，就是它要显化了你的直觉了，要具体呈现了你的直觉了，有这一个。那这个过程，已经经历了蛮久的，已经经历了蛮久。它，该怎么说呢？我仔细看一下这张牌给的讯息启示它就是说你们2个之中有一股能量啦，在寻觅彼此的位置很久了。它有一点像无头苍蝇一样，花了很长的时间到处乱窜
他为什么要到处乱窜？因为他这股能量，你们彼此的能量都有这个概念。他觉得只要接近了那一个将要遇见的人，一定会有一个直觉很明确，告诉自己说就在附近。所以你们底下的那一个火能量，花了很长的时间都在到处乱窜，直到最近或是前一阵子才发现就在附近。所以就在这一个很相近的位置，在期待，在等待。原本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只是被那一个强烈的感觉所指引。结果后来等到了现在这一份时刻，就是这一个门打开了。它很像这个状态，你可以把它模拟成我时常讲的，就是一层薄雾，一个云雾。你们两个在这个云雾里面待了非常久，可是就是伸手都摸不到彼此。在爱情的概念上是找不到方向的，你们也不知道再找到彼此，也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就在附近。差不多是这个状态。那现在这个云雾散了，也就是所谓的爱情的门。今天的题目我们也可以改成说云雾将散了，差不多这个概念。那为何最近才开了，最近才遇到，最近才要相见？这里给的讯息是说，因为有好几个传达爱的方式的路径的门都开了。有什么？有一种行动上的教会你怎么去用行动表达爱的一种，还有一种是在深深的心底有一种自然而然油然的想爱的这个世界的能量也出来了。另外一种是其他人的教导，其他故事的指引，让你理解了爱的方向是什么。这三种都齐全，都齐备了在你们两个身上之后，所以这门开了。它其实是有点让你们都准备好了爱的能量之后，让你们两个相遇了。它这个是比较高级的能量从上面这样子下来，所以它确定了很久，然后也滑落了，然后到现在需要具体，就是说它这样子滑落，就是说你们在这里这个位置寻觅了很久，可是要到相遇的点是在这里，它让你们滑落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关卡里面确定了之后，然后要慢慢的滑下去，并不是说一确定了门开了你们就立刻相见，没有，门开了之后你们才会慢慢的滑落到相见的地方。所以现在这个时刻，你们其实是慢慢的要遇到彼此的一个路径上了，一个路程上了。那我看一下其他的角度哈，这个阶段哈，应该已经进入了你们相见的后半阶段了啦。然后这边再说，希望你保持一个比较平静的心态，不要太兴奋。它会在一种很自然而然的一种很平凡的、很不会有什么太大特点的情况下会出现在你面前，然后你会明确的知道，你们第一次见面就会有非常强烈的感觉。可是要小心，你们第一次见面的能量遇见时间蛮短暂的，那个时候要努力抓住，要抓住彼此的感觉，要抓住联络方式，如果真的喜欢有感觉，要表达的很清晰，要表达出来，才能够抓住。不要这个时候这一段比较难使用一种暧昧欲擒故纵的方式，叫勇敢表达。所以近期如果你遇到喜欢的人、有感觉的人，记得表达出清晰的喜欢，还蛮重要的在这段哈。好，那我再看其他的部分哈，对于爱的向往跟是否能具体实现，或是这个愿望是否能达成，就是说要得到一份恋爱啦。目前看起来，在爱情的角度所支持的，或是所证明的、所诠释的，都认为这一个相见已经是审核过关。我都会用一些比较好懂的字眼啦，不会用很难的，我就会用一些比较好懂的，就是审核过关了。就好像说你们的相遇、你们的适合，已经在能量上的评鉴上已经过关了，可以相遇了。然后这个新旅程，这个新的故事篇章也可以开始写下去了。你们彼此遇到彼此的时候，第一次见面会有很强的交集，然后你会不由自主的展现一个你渴望的自己的形象。那个不是包装，那是你终于可以展现出一个比较像你自己的样子了。因为眼前的这个人，你从他的眼神跟言语你就知道他懂，然后你会很放松，你会很自然，你会很自在，有这个感觉。因为你遇到他之后，你散发出来的能量还蛮 pure 的，还蛮纯净的，很像有一种
小时候的能量可是从来没有用过，因为社会世俗的教导或经验上把它埋住了，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现在都讲你哈，其实你们是双向，你们两个是同步的，你们两个都会有这个状况，不是只有你在做哈，只是我把主持用你来说比较好造句哦。那要好好享受哈，这一段会跟你之前的截然不同。那你之前的任何恋爱经验、生活经验，在这一段都用得上。哦，你的正向的价值观，你的方向，你所诉求想希望未来跟任何人在一起的生活方式，这种都用得上，因为对方跟你还蛮契合的，他跟你的这个方面连接还蛮，就是你们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啦。哦，我刚刚说前面有一个审核过关，就是他把这个东西都已经确定好了，不太会让你在这一个新关系里面再做一个过度的冒险。哦，来再看一下，看一下别的位置，应该会有一些来。这里看一下哈，我想一下，我要解答的什么位置？好，好像还有，好，看一下，好，哦，舆论牌出现2次后，他再次跟你肯定跟提醒啦，这一段新关系要抛下过去的一切，要抛下过去的想法，要抛下过去对人的一个判断的武断，来去接受一个这个全新的人的出现。这一段新旅程很有，我看一下，很有，这段新旅程有一个核心重点是，你会明白或是理解到，原来这才是你从这个爱情的角度。这个叫请求，除了发现原来这才是你，他可能造句也会变成说，原来这才是你面对爱情的样子，或是原来这才是爱情的样子。在这段爱情里，你会感受到这一件事情哦。那你们的纷争还蛮小的，你们协调性很高，除了一开始做审核的那个部分就已经看到协调性很高，因为没什么差错哈。然后这边又还用了金币2来确定了你们的平衡感，两人的对称角度非常稳定的，所以应该你们没什么纷争，你们很多的想法、意见都能够一拍即合。但是这个一拍即合不是绝配的感觉，它比较像是你们两个都很能够在协调事情、选择事情上面立刻达成共识。好，这个原因是因为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逻辑、看待世界的角度很接近。那我不觉得你们应该是两个本来就很像的人，我只能说你们长大的这个历程，经历的事情可能蛮像的，所以你们学到的经验、体验到的、认识的好人、坏人有点类似，所以你们对世界的感官的角度、理解这世界的角度、劝说别人用的用字跟行善的角度、获得的角度，对于回报跟报应的价值观的角度很类似，所以你们做事情的逻辑、节奏感很类似，所以你们很容易在生活中相处里面达到蛮高的共识的。基本上是这个。这组对我来说是生活相处起来非常舒适的一组。我觉得你们会，舒适的一组之外，好像不过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哦，原本有很强的火能量，但你们相处之后，我发现有一种行动力减弱的概念哈。
这里嘛，突然间，你们两个相处之后会有一种安逸感，类似懒散的，只觉得在安静平静的生活里待着就好了，好像向外的力量变弱了哈。那这一件事情会跟你们两个原本的样子有大相径庭，这个是我这边有点意外得到的讯息。我没想到你们的组合会产生这样子的安宁感、安静感、平静感。那这张塔牌在的位置，他认为说这一个大改变对我们两个的未来各方面是好的改变，好像终于可以有个人依偎着好好的休息。只不过我没有觉得这张牌的持续力很强，而且它这一个火能量不在你们附近，它在非常遥远的位置，以一种概念式的方式来诠释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的一种，我觉得就是一个广义的形容，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细节是它应该有很特别的点将要发生，而这只是你们初期在一起的一个短时间的现状。因为我看到它后面有一个很广大的空间，有一个可能性哈，就是说你们两个在一起的初期可能会很懒散，都想待在家，不想去哪里。可是到了某一个临界点之后，你们发现你们两个人的契合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反而会引发出更多的挑战、探险、旅行的远方之类的，就不想再待在一个原地了。然后因为你们两个可以组成一对，一直向外，一直向外。那还有一件事，这整组的土能量很少，所以你们这一个休息不动的状态，我就觉得它没有能量支持，所以它不会，你们会有点不安于世啦，想要有一些变动，在这么稳定的关系里有一些变动，好，尤其是这个变动的话。我觉得我要看一下它的取向是怎么走的，等等，看一下，我要留一些空间给牌面的话，好，让我整理一下位置。我一直移来移去，又没有拿定主意，到底要把这个讯息要摆在什么位置哈？好了，给这里了。我看一下哈，这份变动啊，我拿了一些，我来看一下啦，就是这份安逸之后，的你们这组很特别啦，好像在彼此身上突然找到了某种向往已久的平静跟安静啦。所以你们刚开始在一起初期的时候，会追求蛮安静的，不太也会减少跟朋友出去的次数，然后就两个人会窝在一起，安安静静的，有点远离城市的感觉。但是这个时间因为土能量不强，我觉得它持续的不够久，所以我现在想看的是这件事情之后还有什么更多的，因为它有一个，它塔盘能量一直在那边嗡嗡嗡的爆炸，所以我觉得它在暗示着后面有一些很特别的改变，让你们两个创造出新的关系啊。看一下这里3张。有一点点工作上有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小分离，那这个小分离才会凸显出你们关系的可贵性，也就是你们应该才会意识到不应该在安逸的两人关系里面以为它可以永远持续下去，而是需要找到更多的新鲜感，更多的新诱惑。所谓的新诱惑是你们在身心灵上面的提升啦，不是外在的什么新的人啊、别的人这样子。因为他一开始就框限在所谓的工作跟你的自我成就感的成长上面，要有新的东西，才能够催化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一个新的浓度、新的感觉。你们这组在一开始很快就进入一种安逸的状态，所以你们会以为这个就是永远，可是其实不是哈。结果后来这边有明显的发现，因为某种工作的关系，你们会有一些距离，先分离一下子，
这里没有很久，这里就一下子，因为其中有一些很强的能量还在连接。那这一个分离会让你们两个有深刻的感受到，你们无法分开。这是这里给的我觉得很特别的点啦。那可是这个，我觉得还算蛮后面的。而且我也觉得你们在这一个分开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虽然土能量不够多，我是以能量的角度来觉得你们关系的扎根性强不强？是不强，可是，在某种直觉跟信任上却很强。它不会被两个人的生活，不会被土能量绑住，不会被土能量所局限住，不会被土能量定义你们两个的关系的稳定度好不好？因为它有很多面向的啦，哈。比如说，如果是土能量，我就会说你们的生活很密集的连接在一起，所以才会有一种生活上的安定感，这是你们两个的连接。如果是水能量的话，我就会觉得说你们在情感上应该发生蛮多的事件，有的叫做革命情感啊，有的叫做可能你们的人生同样都失去过父母啊，很感同身受的这一种哈。那如果风能量的话，我就会觉得说，你们可能对于未来的展望跟世界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性很强，你们达成了一种队伍的默契。如果是火能量，我就觉得你们对于人，你们喜欢人，你们喜欢去看世界的人，你们喜欢接近人，你们喜欢听别人的故事，然后这样子你们两个的能量也就维持。它有很多面向可以让两个人的能量维持，只是以土能量来说，在这里我觉得那个安定的力量不够。可是我发现水能量很多。水能量有出现，水能量在对的地方，然后它定义了你们两个应该在某种直觉的信任上跟情感的交流上，很早就认为彼此是完全可以信任，而且是离不开的。即使火能量塔牌在这边一直希望你们在这一个稳定的关系里面创造一些新的挑战、新的变化、新的火花。可是这是他的工作，他也不是一定的必要性。而且他在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正念的，他一个正念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提醒无关好坏，他只是一句话告诉你说有改变会更好。所以你可以不把他这一个提醒当成是，这个讯息当成是提醒，你可以把它当成只是一个简单的讯息，告诉你们说会更好。为什么会更好？因为它是绝对正念的位置。他是这么告诉你的：有改变，有挑战，有什么一定会更好的。好，就是这样哈。来，我看一下，好，我想拉回来一点点，讲一下你们的相遇哈。来，我来翻3张来看一下，你们的相遇状况哈。我刚刚是不是这一组都一直没有讲说你们会什么相遇的场景这些的？好，我来看看点一下好了哈。没关系，我来直接来看看洞悉一下你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跟可能会遇见的位置哈。看一下，如果是这3张，土能量开始出来，一次出3个土能量。之前面在抱怨说没有土能量，这边就一次出3个哈。来，我看他这时候是怎样，是在回应我的抱怨吗？我看一下，我这边只是说你们相遇的场景啊，各方面。好啦，你们这里啦，我确定你们会在工作的场合遇见，所以你们应该会在工作的聚会或什么方式的场合遇见。那他这一个遇见不是为了让你们来相见而存在的，他这个有别的目的，他可能就是为了工作而来。然后你们在工作上面的时候，会首次发现你们两个是同一种人、同一国人的想法见解都很雷同，所以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达成一个默契。所以这一个所谓的爱情的门打开的话，可能就是打开了这一个场景，然后你们之间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新的感觉是。超越工作的那个感觉，而是会有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觉得这个人的想法跟我都太有默契了，而且会有一种
就像我们以星座来说，会有一种你遇到同象限的，你可能火的遇到火的，土的遇到土的，水的遇到水的那一种熟悉感很重。尤其在那个场合里，跟大家都可能格格不入，每个人的意见都相左，可是你跟他却是非常有默契的，而且你们还一开始是一个陌生人，还不是同一个 team 的感觉，所以你们两个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就会燃起跟出现一个别的情愫。坦白说，就是你们这一次的见面没有很认真工作，一直在注意对方。好，那这个就是你们第一次相见的一个画面了。这个就点到这里就好了，因为，因为这边有在提醒说，因为女人牌的能量很强了，他这里有在提醒，有蛮多意外惊喜后面会发生的。好，然后你们的相遇好像不会只有这一个机会，你们好像已经在很靠近的位置，有很多遇见的机会。这个只是我觉得很难得，这里抓出来，让我觉得它只是其中一个支线。总之，因为一开始我们就翻出了圣杯十，总之它最核心的能量是你们遇见的时候，很容易就超越了当下眼前的一个事件，而进入一种空气中的暧昧状态。你们很快就会发现彼此的喜欢眼神的交换是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个东西。那应该就会很快就扣住了啦，不会远离的太多哈。我在看这些，但是记得刚刚前面有讲的，这里一开始就讲的，时间很短暂，要好好的抓住哦，要好好的抓住。虽然这么说，可是牌面上并没有看出来，如果错过了第一次见面，后面就再也没联络的机会了，没有这个讯息，其实没有。但我只是因为这边恋人牌的风能量太迅捷，所以我通常都会做这一个提醒。好，因为恋人牌的风能量时常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它就结束了。所以我通常都会这么提醒说，要把握住第一次见面的机会。但是今天这组牌的第一次见面是用大量的很强的土能量后面补给我们的，所以你们甚至讲几句话就会留下联络方式了。好，因为你们很追求在那一个当下，你们很追求确定这个人不会消失的这一个感觉，因为感觉很强烈啦。很快就可能会问说，你有没有什么 Instagram 啊什么拿出来看一看这样子？哦，你怎么说这样子？你会找话题哦，连接的很紧密。一开始，好，我觉得1号组我觉得蛮顺的啦哈，而且也没有觉得要等很久才会见面。你们现在在附近已经有一些事情要让你们遇到了，那我记得要好好把握那一个一看到就非常有感觉、有心花怒放、有暗器的感觉的那一个瞬间哦。你们的遇见会很快就有这个感觉，记得要表达得很清楚，不要错过。好，就这样那这是1号牌的内容哈，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爱情的门已经打开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打开的门的能量，你们两个的连接如何哈？一般来说，通常这个题目就是已经在附近了啦。它没有什么还很远，还有一段距离没有，它就是在附近。然后我们通常都会直接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之间，可能他已经都会到相遇之后之类的哈。好，来看一下第一张。第一张是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先说他已经看到你了。他已经看到你了。来看一下这其他地方，因为这张牌已经有一个他的角度的形容你、诠释你，就是他对你已经有想法了，那我先把其他牌都一个翻好了。3、3、6、6，好了。你跟他应该已经有蛮近的相处过了，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
差别于刚开始认识跟后来认识的你的差距。他在这个转变中，他感受到了自己对你的另外一份感觉，然后这边也有说，你有可能在你们相处里面有默默的跟不小心的帮助了他，启发他。那他有在他的朋友圈说了蛮多你的好话的，蛮称赞你的这样。但是我发现这一个点，他在他的朋友圈里面说你的好话，称赞你觉得你不错，他在掩饰自己对你的喜欢，他在故意设定对，因为他忍不住想要去称赞你，可是他又不能对你称赞，他必须跟他朋友在聊起你这样。可是他要把它包装成是说，只是对一个他们认识的人的一种基本评价。可是，在这个角度，他是要吐露发泄他对你的好感，不然他一直埋在心里，很痒、很闷、很难受。这里概念是这样哈。然后他对你的感觉有2层啦。第一，有一点粉丝，有一点点希望能让你知道他的心意的这个角度。好，好，这里我们来看哈，看一下这里到这里，然后一些。好，那应该还是有一些，这里好像还缺了一点东西。现在都一次翻很多，因为我有时候想急着找到一些线索哈。来，我先从上面说哈。你的人心里蛮符合他之前所期待的一个恋爱的对象，他恋爱的模样，跟他感受到爱情的时候该有的氛围，他设定好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其实算是一个蛮理性的。他喜欢把事情规划得很清楚，即使是感情上，他都会有点条列式的把它分清楚，说他应该要遇到什么样子的感觉，才能够确定自己对这个人的感觉。那这个方面他已经确定了，他确定他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只是朋友了。那他也已经摸索到一些方向，是想要慢慢靠近你，让你认识他，让你理解他。所以他在你附近的时间已经蛮久的了，因为他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观察你，去理解你。那他已经慢慢的靠近你了，他已经在找一些小事情，慢慢的靠近你，跟你有一些对话。但是他现在的主要概念是他想要慢慢的摸进去你的生活里，他不想太唐突啦，因为他在这个角度，他现在还没有很有把握说，如果他跟你告白，或是他表达他对你的喜欢，你的反应是好的，或是他能接得住的这样。所以他现在跟你的接触里面，他脑袋里一直都有一些小声音，一直有一点害怕，没有办法全力以赴，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出来。只要有一点点接近，会让你意识到这个人对你有意思的时候，他就会收手。现在，他很常在玩乐的场合里面，偷偷以玩乐的态度，或是大家开玩笑的角度靠近你。然后讲到这里，我一直出现的都是工作的场景，他是你工作范围里面的人。我没有看到比较生活里的，我发现都是同事，很多画面都是同事所以他才会有很多机会靠近你，然后以一种玩乐，或是他有一点小孩子气啦，他把它包装成是不在意你，其实他非常在意你。现在你跟他的关系，如果我告诉你是谁，然后你会意识到你们的关系，只是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活蹦乱跳、有趣的人。目前只有到这里，因为这是他给你的线索，他就给你到这里。那
可是他的终极目标，目前他所设定的不能说终极目标，讲错了。他所设定的第一个目标是，他要让你觉得他常常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可是不起眼，可是你会习惯他常常出现。也就是说，他会混进你的朋友里。我用混进的感觉很邪恶，没有啦，他是慢慢的融入你的朋友圈里，因为这边有看到你的朋友圈跟他的朋友圈有重叠，他要融入进去很容易。讲混进去好像还蛮可怕的哈，没有，他就是想要慢慢的融入啦哈，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路径。我不觉得他很想花时间去理解你，我觉得他很容易理解你，因为我发现他早期，因为我觉得他在你附近很久了啦，早期他就有发现你跟他有类似的默契想法很多东西都还蛮接近的，所以他其实心里有一个把握，是觉得至少可以在你的生活圈里常常出现，只是到了爱情要表达喜欢这件事情，他就开始没有把握了，没有那么有把握。于是于他现在会保持着我刚刚说的那一种很淡的关系在你附近，这样。就是他会让他成为你视野里面的配角，就是譬如说大家一起出去，大家一起去吃饭，他会把你当成是谁谁谁的朋友，而不会认为你的朋友有谁这样，这个是一个顺序，所以他已经很成功的让你觉得他是谁谁谁的朋友，这样子躲在后面你们之间的关系目前没有什么很大的可能性有改变，但是有一个潜伏的事情，会让你突然觉得它很重要，或是它很特别。有一个正在潜伏的故事线正在准备发生。那这一个故事线的发生内容，目前是没有看到，只是说会有那一个不同的情况发生。然后，既然都讲到这里，我们就直接翻好了，就不拖时间，直接翻那一个特别的事件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啊？你有事情会你有事情需要帮忙，只有他能够，他有能力，不能说只有他有，而且他还不是自己举手说帮忙，而是透过其他人知道，所以他会去帮你。然后这一个帮忙之中，应该算是你最明显的一次发现这个人的好的时刻。那只是我必须说，当你发现了这个人的好跟这个人的优点之后，你会开始觉得你跟他的距离很远，因为你终于知道这个人不简单，你反而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你反而会觉得这个人太好了，会这样子当他开始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选择权不在你自己手上了。如果以恋爱的角度来说，主要是这个人其实还蛮强大的，他的能力啊、事情什么作风啊，或是见解各方面，他其实还蛮强大的。所以这一局比较特别啦。你们两个最接近的时候，开始有一个比较深度的联络、表达，或是互相帮，就像这一件事情帮你这样，你们之间反而会开始筑起一个小小的墙。然后距离会开始拉远，主要是不是说这个拉远，不是说你们会没有那么频繁见面了，这样，因为毕竟还是工作环境的人，而是你心态上会觉得这个人好远，好远哦，这样。那还好，他不觉得，而且他还在持续的要再慢慢的靠近你，所以在这一个双重的方向的累积之中，会得到什么？你会开始累积出对他的崇拜、喜欢跟好感，在不知不觉里面累积起来。那
那一个特别，这个人很棒的这个概念会慢慢转化成好感，而且是爱情中的好感。为何能转换？是因为他也在慢慢的靠近你，他也在慢慢的投入跟丢一些东西，让你感觉到他的存在感。所以这个转换会有一种化学作用的转变。所以你们会在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会慢慢的关系会有一点点进化。然后开始有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前面翻到的这一个死神牌的大转换，它其实是一个双重的转换，它并不是只是感受上或是事件上发生之后的转换，它还是一种时间历练后的成果的转换。所以照我们刚前面讲的，当你开始发现他的能力很强，你跟他离得很远的时候，那就会有一种你开始能量上你开始往上爬，能量上它开始往下降，会在这个上去下来的中间会交汇，所以两个人到达某一个平衡点之后，就会意识到彼此的喜欢了。那我这边其实没有觉得有什么告白的时刻啦，我觉得你们会在相处之后，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就觉得想跟这个人在一起，会有那一个念头跑出来。好，所以情况大概也是就这样了哈。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之后的事，好，因为这是之前然后相处，因为我觉得你们自然而然在一起。来，我们来看一下之后在一起之后可能的一些状况跟未来性的趋势应该是什么哈？来看一下，我想一下我要选哪？有一个空间，我用这里，我先翻3组来看好了。3张，看3张就好，看看直接形容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未来状况了。初期恋爱状况或什么，不知道他给我们什么部分哦。最近串牌都有点被打乱了哈，看一下。当你开始发现他的好的时候，你对他的喜欢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因为他之前其实是隐藏了他真正的样子啦。他在打安全牌，他在打慢慢靠近，所以他没有办法很快就展现出他真正的样子。可是当你反方向的慢慢也靠近他之后，你会发现他很多东西其实你很喜欢。那而且他还怎么说？他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不是你认识之后他累积出来的，而是你慢慢靠近他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小时候的好朋友，那个已经再也见不到的那个好朋友，小学的时候好朋友的那种感觉，有一个很好的伴的感觉。那这个感觉会让你非常安心，跟你很吸引他，他很吸引你。然后你会有故意，当你发现你们彼此的感觉，或是可是这感觉是独立的。当你发现他喜欢你，然后他应该还没发现你对他有感觉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这边有说你可能会刻意的做出一些让他挑战的事情，看他做不得到。那你会做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你有把握他做得到，而且你希望能够让这些事情提升你对他的好感度。其实你对他的好感度已经很高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想看看他能不能够做更多。那这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只是在证明了你在浪费时间。因为这感觉双向的其实就很明确啦。可是这边有说啦，你会制造一些小麻烦让他挑战啦。这边没有那个哈，这个是在他告白前后，是有没有在这里前后的时候会有的状况。那以未来性来说，
你慢慢会发现，原来你喜欢的爱情是长这样，然后他给得出来，他还做得到你想要的关心哦，你想要的被呵护，你想要的被重视，他还做得到，而且他做的会很积极。我这边看到他那个节奏感很快，哦，他做的会很积极，可是他有一点点小缺点，可能你会觉得他很躁，他很毛躁什么的。可是那是他的各方面，我觉得他的生命力很强，他是一个内心很澎湃，哦，心跳跳的比别人快一下，比较适合在北方生活的这种动物本能的人，所以他节奏是比较快，他比较不平静。你们在一起，我这边看不到的是那个平静感，你们在一起可能那一个平静悠闲的感觉比较少，更多的是行动力很强，要去哪里玩，要什么这样子。所以他跟你在一起出去，他要带你去哪里，他都会立刻带你去，他会忘记问你想不想去，他会很热情的给予你他觉得你需要的东西，这样。那从这个相处上，我不觉得应该提醒你去告诉他说，其实有些东西你需要先让他确定一下，不要就自己盲目的一直给。我发现选择二号牌的朋友你没有特别觉得需要去提醒，你反而觉得他给我什么，给我一些东西我都喜欢，然后更多惊喜就好。你会给很大的空间让他表现。好，这是你们的未来性。这组牌我觉得没有太多的讯息哈。小小的整理就是，他是你公司里面的认识的人哈，那阶级各方面这边没有说，那你们的互动会越来越多，而且他也应该有慢慢的比较常出现在你眼前了。所以选择二牌的朋友，你仔细想，你应该可以想得到是谁啦。我觉得应该会还蛮明显的。哦，但我想要修正一下，我说他其实感觉还蛮明显的，可是我讲完这句话说，我发现他有隐藏的非常好，就像我刚前面说的这些了哈。那就等呃那个有互相帮忙的那个机会，让你们两个拉近了哈。只是这件事情好像还没开始，那个还没开始，你们现在还是处在一种他躲在他的朋友后面的那一个位置，所以人选在你这边人选好像有点多哈，我不确定你能不能确定出是谁啦。他那一个只有他能帮你的事情，我觉得还没出现。我来想一下，还有什么可能性后除了这一件事情？因为我这边有看到的一种求救信号跟施予救援的概念来去定义你们两个最接近的那个时刻啦，所以我就把它讲的比较生活化，就是你有一些事情需要帮忙，然后只有他可以来帮忙哈。从那一刻开始，你们的就会变得很近。真的会很近吗？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拉开，不知道是他自己把这个节奏拉开了。他还蛮需要依照他的节奏来的，这个我觉得有点强势哈。但是这边因为你们两个的，我看一下，我没有觉得你们两个的协调性很强，可是我有看到对方很能够接收到你跟他的想法不一样，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有蛮愿意为你做调整的。差不多就这些哈。好，讯息差不多就这些，因为我觉得讯息有点打散了哈。我要把它凝聚起来，我最多只能抓到说，他在他的步骤里慢慢的靠近你啦，然后你们应该会因为一些事情会提高你们两个人的亲密度跟共识，尤其是共识那个阶段哈，因为他在创造他在你眼里的存在感，而且这是他不预期的，是不小心的这样。就如我说的，你们可能会这样子，就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主要是你们有越走越近，时间表跟要行动的位置方向都有点接近了，所以常常在别人的眼里，好像你们常常一起走在一起这样，然后你们也就顺水推舟的好像就有在一起了哈。
那后面刚刚讲的，你会发现它的很多你喜欢的点啊，什么都是在后面会发生。好，那这组2号牌就讲到这里哦，我觉得有足够的信息让你探索了啦。好，那就这样。那这是2号牌哦，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